到京都旅行的话，有很多值得游赏和购物的地方。不管怎么着，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时候，总难免会经过鸭川。我只在冬天到过京都，所以只见过冬天的鸭川，但它还是把我美到了。最开始吸引我的是它那种苍茫和干净的状态，就像是邻里街坊版的《千里江山图》，免不了的拉杂和琐碎，却有万种风情，值得一品再品。鸭川几乎南北向地贯通了京都的东面一半，京都外围的东西北三面都是连绵的山脉，在这些山脉的山路一带，分布着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美丽寺庙和神社等等。山脉之间是向西南延伸到大阪湾和濑户内海的广阔平原。鸭川在东，贵川在西，孕育了这一片大概800平方公里的土地。1300年历史的京都城由此产生并发展兴旺至今。受到唐长安的影响，京都城也是典型的棋盘式格局。城内密布着宽宽窄窄的正南北向或正东西向的道路，很多东西向的道桥就跨在鸭川之上。京都最繁华的商业大街4条通，特色商业街3条通，市政府前的主干道尉迟通以及京都站前的几条道路都是东西向的，而且都能直达鸭川。京都城东面的一系列历史名胜、建筑、名店、公共文化场所等都离鸭川挺近的。正是因为鸭川有着这么好的可达性和连通性，所以它可以作为当地市民日常上下班的通勤道路，是在一片风景中。紧邻鸭川的两岸慢行道上是没有汽车的，在完全不用担心汽车的环境里面走路和骑车是多么的舒服和愉快呀！对于游客来说，进入鸭川也十分的便捷。鸭川两侧的高处都是城市道路，分布着很多公交站和地铁站，从上面分分钟就能够下到鸭川。通常而言，游客都会去4条通和3条通一带购物和逛街，在购物前后或间隙到左近的鸭川逛逛是最方便的。另有一处公认的鸭川好去处是北面的出町柳，那里有鸭川的鹤茂川段和高野川交汇而成的三角洲，就在京都御苑北口的东面不远处。我还碰巧去过另外几段，觉得自己会喜欢鸭川的所有段，各有各的看头，相似又相异。鸭川市的前谷比两边的城市道路和建筑也就低个3、4、5、6、7米吧。沿鸭川北行，能够清晰地看到远山，这说明了京都的大多数建筑都是被严格控制了高度的，所以人们才能够享受到周边的山色。加上鸭川沿线繁茂的草木，鸭川是一条流入城市的大自然。在四季分明的京都，冬天会有些凋敝零落，但连绵辉煌的草木展现出大地色系既温暖又有些寂寥的魅力。河水清冽而明亮的流淌，有种天苍苍野茫茫的广阔平原的气息，让人感怀千年古都的峥嵘岁月。鸭川也是风的廊道，夏天吹风会凉快，到了冬天可就冷了，端握相机的手会觉得刺骨，但太阳一出来就觉得舒服，会有漂亮的光影，柳条似乎急匆匆地发芽了。这只有点花的灰鸟在太阳照耀下美得都有点半透明了，看上去风度翩翩的，其实很可能是在苦哈哈的讨生活。它们一点都不怕人，很有一种岁月静好各行其事的安稳。看着它时我特别开心，也不图个啥。还有这只脖子都快冻没了的白鸟，怎么就能长得这么纯情呢？被风吹成了一坨，却又被阳光染得仙气十足，太养眼了。这就是鸭川作为鸟类栖息地的能耐，在自然生命得以生息繁衍的地方，人心也得到了治愈。鸭川是京都献给大自然的厚礼，大自然也知书达理地回报了它。最为肃杀的冬天里，鸭川都能这么生机勃勃，那其他的3个季节会怎样？想想都让人眼馋。但人类是要甘于自然的，在大自然狂暴的时候，人类城市会微弱羸软。
鸭川也曾经肆虐过，所以现在我们能在水里和岸上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类工程。但这些人类工程都很低调，不与自然争美，是人类该有的德行与品味。鸭川上有很多桥，无论是否位于城市里人气最旺的地方，它们的形态都平平淡淡的，甚至说不上有多美，似乎未曾被赋予某种宏大叙事的象征意义，既没有凹造型，也没有炫技的结构，更没有高耸的桥塔，完全看不出想做主角的欲望，只是老老实实的做好自己的一份工，水平的连接着河的两岸。但这反而顺应了京都与鸭川整体的水平性与平远意境，衬托了鸭川的自然与质朴之美。走在鸭川时，在没有被桥的造型分散注意力的前提下，我得以好整以暇地欣赏着桥上下人们的各种情态。鸭川沿线的房屋、大桥、河道工程和慢行道等等等等，都给我一种有些久远的年代感，看不出对日新月异和求新求快的追求，好像与时代脱节了。更别说最近炒翻了世界的 AI 新科技了，它们也没有被整形和美颜。如果仔细观察，你能看出旧时代匠师们的设计新意，甚至会追想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与工程技术状况。岁月的厚度就这么被缓慢地堆出来了。我喜欢这种不去追求的从容，它尊重所有已经消逝和正在老去的时代。在这种从容和尊重里，一个地方连深日久的文化和历史自信就被培育出来了。而我们也该意识到，人工物都会陈旧，大自然却能常青常新，这也是鸭川的韵致所在吧。视频里可以看到2条大桥下填塞着杂物，说起来有点扯，这竟然是我喜欢鸭川的又一个原因。它有一种过日子的凌乱充实。沿岸的小房子下面堆放着杂七杂八的空调外机，这些东西也没被遮丑，美丽或许是可以有皱纹和疤痕的，或许能增加一些生动。随着 AI 大时代的来临，虚构和造假会愈加普遍，真实性就越来越稀缺和珍贵了。在鸭川边上看不到店铺、摊贩、垃圾箱、公厕、永久性艺术装置等，甚至连路灯都没有。或许是因为两侧的城市里大可以提供这些，也或许是为了让鸭川的自然最大化，更或许二者皆有。冬夜里的鸭川乌漆抹黑的，骑车和跑步的人们得靠自己想办法。难道是不想打扰大自然里鸟啊、鱼呀和草木的睡眠时间吗？对岸的3个白人在愉快地交谈，还有著名的鸭川等间距。人类、鸟类、草木、建筑、城市、自然，都顺着鸭川纷至沓来。鸭川平淡的流淌，日常与诗意此起彼伏。